在乌克兰紧张局势不见降温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表示，俄罗斯已向美国提出倡议，让北约不要接收乌克兰。不过，这一提议马上就遭到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回绝。那么，为何斯托尔滕贝格一方面对俄态度强硬，另一方面又呼吁召开俄罗斯北约理事会会议为局势降温？日前召开的欧盟冬季峰会也就乌克兰局势进行商讨，但为何成员国难以就制裁俄罗斯的决议达成一致？来看报道。连月来，俄乌边境紧张局势不断恶化。美国和乌克兰情报机构宣称，俄罗斯将在2022年初向乌克兰方向派遣多达17.5万名士兵，涉及100个营级单位的战术群大规模调动。对此，俄罗斯多次否认有关侵略行动的指责，表示有关俄罗斯侵略的说法被当作借口，以便在俄罗斯边界附近部署更多北约军事装备。在美俄两国因乌克兰问题而关系高度紧张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表示，俄罗斯已向美国提出安全保障倡议，希望美国和北约能够积极响应。当天，美国助理国务卿唐弗里德到访莫斯科，和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举行了长约40分钟的会谈。尽管俄美政府尚未披露倡议的具体内容，不过俄罗斯消息报披露，俄罗斯在倡议中要求北约放弃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上做出的承诺，放弃让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此外，俄方要求从法律上保证美国和北约其他成员国不会在俄邻国部署威胁俄罗斯的武器。现在呢，明确地开出了安全保障方面的一系列条件，其实是对近一时期俄美之间关系剑拔弩张，涉及到乌克兰的问题上，美国不断地对俄罗斯进行攻击、进行指责，而西方阵营在统一对俄罗斯的立场，所以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必须要进行应对的一种回应。事实上，俄罗斯曾多次向西方国家提出安全倡议。俄外交部本月10日也发表声明，对这些倡议进行阐述，包括要求北约将军事演习区设在远离俄罗斯与北约接触线的地区，希望双方设定军用飞机和船只在波罗的海和黑海等区域执行任务时的安全距离，恢复俄罗斯与美国以及北约防务部门间的定期对话等。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和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周三通电话时，也曾建议立即就俄安全保障倡议进行谈判。针对拜登表态要和普京年内再举行会谈，俄罗斯方面也表示存在这一可能。其实双方之间的沟通还是比较频繁的，都反映出不管关系如何紧张，但是呢，进行沟通成为了俄美两个国家管控分歧、防止误判、防止失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在近一时期，双方进行的领导人的视频会晤，其实呢是针对乌克兰局势不断的升温，近一时期有可能出现局势失控所进行的一次应急的行动。那么双方之间现在又传递出信息，希望能够再次进行元首视频会晤，恰恰说明的是，目前不管是对俄方还是对美方，关系失控都是双方不愿意看到的。就在俄罗斯向西方密集喊话的第二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后，拒绝了俄方要求，称北约不认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因此北约不会向俄罗斯妥协，还将继续扩大进程。不过，外界注意到，斯托尔滕贝格一方面对俄态度强硬，另一方面又呼吁召开俄罗斯北约理事会会议，为局势降温。And we reiterate our invitation to Moscow for a meeting of the NATO-Russia Council, because dialogue is even more important when tensions are high. 本届欧盟冬季峰会，乌克兰与俄罗斯关系是各方讨论的最重要议题之一。在美国的影响、乌克兰的游说下，多个欧盟成员国要求对俄实施进一步经济制裁，但欧盟方面不会明确具体的制裁措施。根本原因就是欧盟内部仍对如何对待俄罗斯存在分歧。与美国关系匪浅的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领导人在峰会上强硬要求，欧盟必须对俄罗斯采取强有力的经济制裁措施。而爱尔兰总理马丁则指出，与俄罗斯的分歧应当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彭博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由于欧盟国家能源价格上涨，以德国为首的部分成员国对俄罗斯能源和其他商品的依赖远高于美国，因担忧天然气断供，他们不会急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从欧盟的角度来说，是担心局势失控的。那涉及到天然气的问题，应该说现在欧盟内部确实是有不同的声音。老欧洲的国家，包括像德法这样的重要的欧洲大国，在他们看来，与俄罗斯之间合作和相互之间的斗争是并存的。尤其是与俄罗斯管控分歧是现在欧洲的刚需，但是同时我们会注意到的一些所谓的新欧洲的国家，他们反俄、疑俄甚至是恐俄的情绪还在不断发酵的过程当中。在这样的一种在安全的议题上无法同轨的情况之下，在欧洲内部出现更多的分裂，造成更多的不同的意见，而由此产生的更多的不确定性，这将使未来欧盟与俄罗斯打交道、与俄罗斯相处变得更加的艰难，也会造成更多的安全上的困境。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俄总统发言人周四宣布，已向到访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递交俄方安全保障倡议文本，并称希望很快就此与美国及北约磋商。那您对此怎么看？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是美俄呢就乌克兰紧张局势进行的一连串的紧张战略博弈的延续。那么俄方文本呢是俄罗斯副外长亚布科夫在莫斯科会见来访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卡伦·唐弗里德时提交的。而在周三呢，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外交顾问乌沙科夫也就这一倡议文本呢，和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进行了电话沟通。当然了，在此前美俄总统视频会晤中两位元首已经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了直接交锋。那么拜登对俄乌边境局势严重关切，而普京呢则强调俄方的红线所在。那么俄乌这一轮紧张局势的引爆点是美国情报部门指责俄方在毗邻乌克兰的地区大举屯兵。那美方指控的军力数字有多个版本，其中最高呢达到17万。美方预言俄罗斯最快下月就会兵发乌克兰，而俄方呢则提出2大核心要求：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美以及北约盟国呢不得在乌克兰境内部署战略武器。那普京在视频会晤中就再次要求美国及北约就此呢提供有约束力的法律保证。那俄方提交的这个倡议文本就是这2大核心要求的书面化。那佩斯科夫呢昨天在莫斯科也宣称，副外长亚布科夫可以随时就安全倡议文本和美国及北约展开磋商，但是呢他也强调磋商应该在中立的第三国进行。那么对俄方提出的谈判动议乃至倡议诉求，美国及北约他会不会接招呢？我们知道拜登在视频会晤中他是拒绝承认俄方红线的。那助理国务卿卡伦·唐弗里德他在到访莫斯科之前，乌克兰首都基辅政治圈呢热传一段推特视频。那这位助理国务卿在视频中断然否认美方会对俄方的安全保障诉求做出妥协。所以接下来磋商对话能不能进行，恐怕呢还是要看美俄进一步博弈互动的结果。至少就现阶段来说呢，我们还看不到双方立场松动的迹象。那至于美方情报机构所谓对乌战事最快下个月打响的这个预言，包括乌克兰外长在接受美国 CNBC 采访时所谓军事入侵分分钟都会发生的这种警告，他的一个夸张说法是 in the blink of an eye。那在我看来呢，这些都是决然成真的推演，是所谓对俄施压的舆论战的喧嚣。那么这其中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一点是，美方有些个政客和媒体在刻意转移焦点，竟然呢将乌克兰问题和中方和台海问题在强行关联。为什么美方有人要搞这种毫无理据的关联炒作呢？在我看来这正是美方有些人、有些政治势力他们对华敌意与情绪的过度的投射。CNN 学者型大牌主播扎卡里亚，他今天在《华盛顿邮报》刊发个人专栏，标题很有意思，叫 The Puzzle of Joe Biden's Unpopularity， 所谓的拜登低人气之谜。那么扎卡里亚就说呢，在现当代美国总统中，拜登执政第1年的支持率倒数第2，低至45%，比他更差的只有前任特朗普。那么扎卡里亚对此给出的几个解释，今夏从阿富汗逃跑式撤军呢，就排在一个显著位置。今天《纽约时报》的一篇新闻分析呢，也以此为题，说拜登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也是对美方海外信誉的一个广泛测试。美报就声称，逃跑式撤军给美国带来了信誉危机，乌克兰现在面对着困境选择，那么美国对他的承诺究竟靠不靠谱？
但是呢，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美报分析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表述 ：Then there is China。然后呢，还有中国。前美军驻北约司令斯塔里迪斯就狂言说：“我认为中方将会关注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程度，那么这将会影响到中方对台海问题的评估研判。”知名智库学者葛莱仪他在接受美报采访时呢，更是宣称说，中方如果认定美国不军事介入乌克兰危机，就一定也不军事介入台海。我认为啊，这会构成误判。那么这两种事态是完全不同的。我想这是美方强行炒作台海议题的典型谬论，必须严厉谴责。中国最高领导人早已经多次重申，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那么外部事态当然不会对我们的决心、意志与能力带来任何的实质影响。葛莱仪啊，他对台湾问题关注研究多年，刻意无视他与乌克兰问题的完全不同，显然呢已经击破了学者的底线。台湾问题关乎中国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关乎中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而乌克兰问题它则是牵涉美俄乌三国以及北约30个成员国的国际多边博弈，完全呢是两码事，强行扯到一起来说事，当然是其心可诛的。